杨紫越来越不死心了，一身白裙妩媚可爱，身材曲线大到惊艳众人。杨紫是出道的小明星，在媒体上，杨紫可以说是当今发展最好的新星。在大家提到杨紫的时候，最能引起共鸣的还是她在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出演。这部剧也是广大小伙伴们的美好回忆，我也是看着这部剧长大的。其中的每个人都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杨紫参演这部影视剧后，就把精神放在了考试上。杨紫在踏上大学的那一刻，凭借着超强的演技不断拓展自己的演艺事业，所以不管是否忙于考试，她并没有在媒体上大放异彩。但当她一出现，大家就能认出来，所以对她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。最近，杨紫的名气也更上一层楼，她参演的影视剧受到了众多观众的普遍欢迎。不管和她合作过多久的男明星都被人熟知，杨紫同样是当今当红的小花。的确，而且她人品一般，说话做事都响一秒，才华横溢，大家也都喜欢这样踏实的小姐姐。杨紫非常漂亮，可以说是魅力四射。她的穿搭设计感越来越高，衣品也越来越好。我们应该调查一下杨紫的穿搭。之前她的穿衣风格和造型同样被众多网友吐槽，而如今她的穿衣风格越来越妖娆了，尤其是一身白色连衣裙，元气满满又妩媚动人。杨紫的着装以白色为主调，纯白是最新鲜、最干净的品种，整体外观同样可以使人真正恢复活力。假设天气比较闷热，穿纯白的衣服也很合适。一个体面的决定，它驱走了所有酷热气候的暴躁，甚至使皮肤更白。反正白裙对于每个人的身材要求都是有点高的，而且白裙还有一个让小姐姐们不屑一顾的缺点，那就是显胖。所以对于一些身材本来就很好的小姐姐来说，只需慎重选择，挑选几条适合自己风格的白裙是最理想的。杨紫这件衣服袖子上的泡泡袖设计，泡泡袖在今年特别出名，网上看到好看的裙子，基本上袖子都有泡泡袖。泡泡袖是个迷人的设计，不是只是从外表上带来一种柔和的冲击力，对于某些手臂较粗的小姐姐来说，同样可以将肉嘟嘟的手臂包裹住。不管怎么说，有很多泡泡袖都是适合每位小姐姐的。泡泡袖以前看过，大家对泡泡袖裙子的评价就更复杂了。诚然，对于某些肩型欠佳的小姐姐来说，会显得更加接地气，穿泡泡袖不会很好看，但喜欢泡泡袖的小姐姐们却爱不释手。杨紫这条白裙子的领口也比较低，不过领口低处还是一个弯曲的平面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夸张。领口低处同样可以露出我们的锁骨和细脖子，是展示自己完美锁骨的好机会。这种设计也有些流行。事实上，一条纯白的裙子无疑会变得平庸、异常正常，几乎没有什么好看的设计。所以杨紫的这条白裙，为了理解设计，所以在裙子的边上加上了折痕设计，到现场可以做出层次感。这条长裙的折痕设计基本上是最后的细节。裙子的褶皱采用巨浪设计，大波浪的设计更环保。如果褶皱太厚，会显得很过时，跟一般的款式不一样。裙子的中段也确实处理得很好，中腰部分非常高，将杨紫纤细的小腹展现出来，同时也拉长了她的腰线，显得身材高挑。不得不说，杨紫的身材也是棒棒哒。在众多女明星中，她并不是特别脆弱。尽管她很结实，但她的组织是完美的。这可能就是大家所说的微胖体型吧，但严格来说，杨紫真的不算胖，还是很苗条的。在女明星挑选礼服的时候，去一些场合，基本上都会挑几件夸张的，这样会比较好看，也让大家目瞪口呆。所以裙子的裙摆也很夸张，裙子很大，带来一种的冲击力，而且裙子比平时大的裙子同样可以遮盖腿部线条，不管腿粗不粗，一般都能遮住。此外，裙子比平常大的裙子在某些宴会和场合非常花哨，让你在人群中非常出众，让每个人都注意到你。所以这种比一般裙子大的裙子不适合日常穿着。
综上所述，穿这么夸张的裙子出门逛街是很难的，所以不管多长时间都是聚餐活动也是情理之中。西装是绝大多数时尚女士的首选设计单品。在工作环境中，西装的搭配非常合理，显得整个氛围格外的强势。然而，现在大家对西装的印象已经不在工作环境中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多朋友都开始穿西装，而西装只有2种款式：自由的和显瘦的。西装的品种搭配基本上就是比较朦胧的几个品种，穿起来比较酷。在选择薄款或宽松款西装时，您需要考虑自己的身材。对比显瘦的西装，宽松的西装更容易驾驭，所以选择自由演绎的西装是最理想的，而且曲线型的也是最好的款式。很像杨紫挑了一件格子设计的自由西装，里面搭配一件深色背心，自由裤打底。这种风格的搭配非常有个性，自由的设计同样可以遮住身材的不足，无论是逛街还是工作环境，都可以很好的穿出来，随和诱人。杨紫一直以来的穿衣风格越来越适合她了。以往的穿衣风格与她不相配，这就是穿衣的魅力所在。穿上适合自己的华丽装扮，可以让自己更可爱。假设你有和杨紫风格相似的姐妹，同样可以参考一下杨紫的穿搭。果然，这一期的穿搭分享到此结束。喜欢穿搭的可以关注我哦。02肖战和杨紫在一起，我没抱太大希望，不过一切都围绕着亲情的传播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主宰。顾燕集市拍摄火爆。综上所述，大都会偶像戏剧化的领域普遍缺乏活力。然而，说实话，只要你稍微测量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目前对不同阶段的投机抱有希望的企业相对较少。的确，即使是一向不怎么看电视剧的 Mango， 这次也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精力，推出了2款预售机型。一部是家喻户晓的杨幂和大众女神王楚然的《我的现实中的鞭炮》，另一部是最近才开拍的小花小生初出茅庐的王鹤棣白鹿，竟然为芒果的友情大本营投入了如此大的精力。其他3位以影视剧为根本中心的 Boss， 目前一般都已准备就绪。Cool Processing Plan 传达了打火机和公主裙的秀场演绎，陶昌准备出演归途。再加上被大家吐槽一无所有的加工厂，要交付初秋完工的就是爱。虽然这个节目的录制是在9月份完成的，但它是一个新锐节目，只要调查足够快，通过审计肯定是有好处的。时间表足够紧，在年底前提出来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总而言之，作为主创之一的吴磊在与粉丝互动的同时，提前宣布了节目的收官。他要求看什么？看这个寒冷的季节，轻装上阵成为绿海的歌迷大喊简直就是爱。年初玉胜鹅场火了，看来年底又要聚拢一张王牌。虽然余生已经超过2年，但传播影响还是很大的。CP 粉期待一对男女主。开春后被送走的雨生，突如其来的一首曲子，反衬其独特的时间表和延期。他同样匆忙地解释了主要主题时期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于需要重新考虑开播的明星时间，1919年开始的节目，直到2022年才开播。尽管它已经成倍增长了2年多，但幸运的是，该地块已经减压。顾威和林之孝之间没有私心，尽管编剧把林老爷子构得死死的。从本质上讲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理解他。总体风格是放松的家庭表演，适合亲戚一起观看。前后市场冷清，这档节目名声大噪，频频压垮节目单。传播效果极佳，传播过程中男女宿主正常工作。现在他们2个都是知名的专家，如果他们能再次合作完成余生，对舞台来说应该是意想不到的享受。然而目前还没有2人的权威声明，不过也无所谓，之前肖战和杨紫没有搭档，吴磊和周雨彤的比赛也是非常好看的。运动青春是亲情的回潮，创作组织对都市情调尤为合理。20不惑2的高位变成了一个正经的故事。从行长旋律阿实力猛禽到航韩锦绣零不一，吴磊以魅力童星的身份出现。
未来2年的变化路线显然是在走向麻烦制造者。更何况他的容貌和年龄都还算年轻，所以他现在的造型是游戏小子风格。在相似的时期，他是最受关注的。他还担任了游戏研究的角色，《爆破之路》中的王安与贝土游。更何况他在一切无疑围绕着情转中的旋律三川还没有正式发车，就凭着一个短片就收获了各种表扬。可见青春男艺人控制青春和新鲜感的重要性。假设你控制得好，你通常会对无处不在有排他性的要求。吴磊闯入了他一贯熟悉的范围，周雨彤也对他的风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往往从他在我在他国很好中失去同伴后的疯狂哭戏中看出来。在都市综艺领域，他能做的不只是甜宠设定中的萌化，更多的是他可以探索的扑朔迷离的工作。所以他在30岁之前就出演了《姐弟恋》中的清冷御姐一角，也不会显得是出于和蔼。对比和制作上的高超，其背后的创作团队实力相当惊人。宁梦的最后一档都市节目是《20不惑2》，是今年评分最高的一部，是一档极具节目，可以在一季中编写超过12个人的英雄系列故事情节，随时了解最新情况。恰恰抱怨友好的混乱，从深刻的表演到工作环境的部分，熟练而重要。有这样一个组织的支持，整个组织的知名度在开播之前就已经超过了22亿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就开播阶段的火爆程度而言，这部剧播出后的爆款可能性堪比余生。03，肖战晒宠物私照被网友刷屏，还用和王一博一样的沙发来分享他的帽子。距离《陈情令》传出已经有3-4年了，没想到居然有一个微博号造谣2位男主角，说肖战和王一博分别与生活有关。消息一出，顿时让无数 CP 粉沸腾了，还在网上搜索着真人真事，还在好奇他们踩的 CP 是不是他。至于为什么时隔多年再次提起肖战和王一博分别生活的感悟，其实是因为肖战刷新了一个帖子，发了一张他最心爱的宠物和自己的美照，而我却没有，预计宠物猫应该留下来。沙发真的很像王一博晒防护帽照片时用的沙子。还有人关注王一博户头正面反光的样子，发现里面有一只猫科动物，和肖战发的一模一样。鉴于上述情况，有人怀疑王一博和肖战是分居的，虽然现在不是，但很可能之前是分居的。可是花姐却可以明明白白的让大家知道，这个瓜一点都不靠谱。先来说说王一博，每个人都知道他最近特别忙，1年365天，王一博有将近356天的工作时间，不是录剧，就是参加各种练习。粉丝说他可能在比赛中休息那里和录音，难不成他这么热闹？说到底，根本就是处在无处安身的状态，东奔西跑，哪有机会和精力跟肖战过日子？了解王一博性格的人都知道，同居这件事一点都不靠谱。肖战自成名以来，一直默默无闻。一方面，他甚至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关注而接近炫耀。话又说回来，肖战本人是非常清醒的，意味深长，所以他经常处于聚会状态，不怎么和外界讨论，所以最近被王一博联系上了。对于网上流传的证据，其实也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前段时间肖战带着王一博回了家，一些粉丝也经历了那个时候，大家还没有认真看，普遍认为是 CP 粉疯了的邪气 YY， 所以猫科动物和沙发不能作为同居的证据，可以证明之前2人关系很好。总而言之，2人合作的《陈情令》需要2位主人公之间的隐喻把握得当。总而言之，团契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破译。通常情况下，风险派对为了让艺人快速进入影片，他们会特意安排他们在拍摄前待在同一个房间，或者进行一些娱乐活动，以配合主要领域的力量。有了这些前期的准备，单改工匠们在真正的合作时间段内会出现一些值得商榷的火花，非比寻常。很普通的，很像刘烨和胡军拍完《蓝雨》后，也搞不清是不是动情了，所以很久没见了一次，终于在瓦宗重逢。
所以 CP 粉开场的部分点心可能是真的，但是这种利益带来的脉动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多久。大量的 SOS 浪，好的坏老板现在彼此都有。生活，网友们看完热度，加快脚步离开吧。花姐居然说 CP 粉圈可以自讨没趣，别在网上闹。总之，垃圾填埋场除了你能找到好吃的，其他人看不到，2人而已。现在粉丝毁得太无望了 ，CP 粉要命啊！的确，连统治者自己都受到了羞辱。他主动退场了，特别是没出来的都是 CP 粉。不管他们是否需要做典型的同伴，他们都会被过度解读，所以他们俩几乎是冲突的。你怎么敢联系我？很高兴他们2个现在在他们的领域闪闪发光。假设他们真的关心自己的未来，粉丝就应该停止团结他们。